谢谢星河的灯牌。谢谢星河的9个打 call。这样的灯牌没灭，抠不的是11级容易灭吗？不是啊，我差点以为你是在抠猫，那是11级是吗？没有吧？这个灯牌应该就是你每天都续了它就不会灭，但是现在这个灯牌是这样的，像这个灯牌就是你隔一天不续它就会灭，它是隔一天如果不续的话就会灭，如果续了的话就不会灭的那种，所以说应该还好吧。这个10级和11级区别也不大呀。欢迎春野，你看春野的就灭了灯牌，春野的灯牌就灭了，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灯牌就是灭了好几次。因为我一般不是会等到12点之后下播嘛，像你们12点之后，就比如说你们今天续了一个灯牌，然后我12点之后你们再续个灯牌，其实这是过了0点之后续的就是明天的灯牌，所以说如果我明天不播，你们灯牌也在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你们没有灭，因为现在灯牌就是一天不续它就会灭，一天不续就会灭，所以说我每次会等到12点先给大家续完灯牌。谢谢圈圈灯牌，好长时间没续了，就是你看春野就是我感觉上周的时候他续了之后，他这周上周几续的来着我都有点忘了，然后这周又没了，他就是一天不续它就会灭的，就是这个灯牌的每天续它才会亮的。万物生什么万物生什么？你要跳万物生吗？反正我是不会跳万物生的。11级点亮还要的多哦，不应该一样的吗？11级点亮还要的多，不都是这个灯牌吗？我只知道以前的灯牌是那个，就是有那种高级灯牌和普通灯牌，就以前会有高级灯牌和普通灯牌之分，现在都是一样的灯牌啊，除了有新守护之外的，其他灯牌都是一样的，都没有那种区别呀，怎么会多呢？谢谢思念的灯牌，晚上好呀，思念，欢迎丫丫。会多吗？我都没有注意这些，因为我印象中它是不会多的，因为我感觉应该是一样的。11级以后要9个币子了啊？是吗？灭了9钻10级，灭了1钻啊？你是说灭了之后是不是？灭了之后续会多一点，还是说平时续也会多一点？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一直都是一样的灯牌。谢谢深深灯牌。那这样灭了的话好亏哦，如果它正常每天都亮着的续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灯牌呀？谢谢星河的打 call， 欢迎小麦，大家可以点点赞哦，我们可以点点赞哦。血亏9天，11级灭了9个，16级灭了99个，是不是？原来是这样的，我的天哪！原来是这样，灭了再点亮要多那么多，原来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以为一直都一样，因为我看那个灯牌一直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以为一直都是那样的。也就是说，当你升到11级后面没续，再点亮就是10个斗币。哦，懂了，我以为一直都是一个钻石一个斗币呢，其实是10个。可能是因为11级更高一点吧，就是11级它可能就是以11级来划分了一个界限，这种我感觉哈，就11级划分了一个界限。西村足球场人多吗？人多呀，就是人很多，所以说跳舞才会缺氧嘛。点亮小黄星需要1个，小黄星是什么？我都被资本做局了，哈哈哈哈！哦，笑死了，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一样的，因为以前它会有高级灯牌和普通灯牌之分，它现在都是普通灯牌了，就没有那种高级灯牌和普通灯牌之分了，所以说我以为一直都是一样的。我还以为只有那个新守护会不一样，原来11级之后也不一样啊！好，又知道了。送个灯牌要9个，
原来是这样，我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以11级划分界限了，然后就那个啥了，11级划分界限，然后11级之后就是灭了之后会多一点。欢迎小玉，我们可以点赞哦，咱们我们点赞哦，因为粉丝灯牌灭了之后需要点对，需要先点亮那个小星星，是不是？对，先点亮了之后才能送，对，是这样的。高级灯牌星守护有，对，所以说我现在就只知道普通灯牌和星之守护有那个，就只知道这2种灯牌，然后我不知道其他的，因为我其他的我感觉就是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11级之后还不一样。谢谢阿欧的芍星河，晚上好呀欧，欢迎阿米诺斯。我不知道居然还不一样，需要一个，然后灯牌确实点亮需要一个，点亮确实灭了的话就需要先点亮，点亮了之后才能送。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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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可以先点赞哦，咱们。欢迎欧伊。阿欧送的那个吃的我都还没有收到，然后我今天还专门去看了一眼，我发现他居然没有给我发收件码。谢谢鱼子酱的灯牌，谢谢鱼子酱的闪耀，谢谢欧伊灯牌。你想看咆哮？不会咆哮，而且那种男团舞，我觉得就是你跳不出来那种范儿，就会跳出来很奇怪。就你跳男团舞有一种女团范儿，哈哈。因为我之前其实很早之前，我不是去那个 HD 学跳舞的时候，我还想学点男团的，结果那个时候因为经常出差，然后都没有怎么去上课，所以说后面就也没有学。谢谢深念点赞，我想学学看。今天统一都收到了吧？应该是都收到了，我觉得，因为我是周6的时候记的，周5晚上记的，然后周6的时候再揽收，周6的时候应该就是发出去了，发货了，所以说今天周1的话应该收到了，你们还没收到，对，因为他没有给我发收件码，我今天去领了快递，但是我没有看见，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今天晚上的时候问了一下。然后我就给他说了，我说他没有发收件码给我，因为我是主要是因为不是水果嘛，我怕坏掉，夏天温度太高。咆哮确实挺帅的，是的，谢谢神年灯牌，谢谢神年点赞。咆哮确实挺帅的，毕竟是以前的经典，好不好？对呀，我也是，所以说我今天还专门看了一眼，我就是怕坏掉，我今天还专门看了一眼，结果发现到了，确实到了，但是还没有给我发收件码，还没有给我发码。欢迎高等数学，谢谢高等数学灯牌，他没有给我发那个码，所以说我又去问了他之后，他说他明天的时候给我发。我以前看的韩团比较多，你看一下你的左脚跟右脚，我左脚跟右脚怎么了？看一下我的左脚跟右脚，他们俩有什么不一样吗？欢迎拜拜，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左脚跟右脚，你没有发现这双脚的人是今天的女主角，还是你会说她肯定是今天的女主角呀？因为这个直播间就只有我一个人。欢迎阿达，别土，这个也不算是土味吧？这个，谢谢深念的点赞。白白，你不是在吃饭吗？你还没回去吗？你吃完了没？谢谢阿达的灯牌，谢谢白白的闪耀星河。每天来学推进吗？拜师可
可以跟鱼子酱拜师了。下午吃的啊？你是下午吃吗？我以为你是晚上吃的，我以为你是晚上吃的。换成了，其实今天换成我就成图什么？其实把今天换成我就成图的情况。谢谢星河点赞，欢迎声音，谢谢声音灯牌。听个小甜歌，一搜一大堆。你也要搜的话，虽然说确实是一搜一大堆，但是你也得看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吧。你总不能说你搜出来一大堆，你都不筛选，你就直接说吧。感觉也是有些很那个啥，不太合适啊。谢谢星河点赞。DeepSeek 直接搜，哈哈，我都没有，其实我都没有在 DeepSeek 做过其他的，我只是之前做报告的时候用它过，然后其他时候我都没用过，就搜这种普通的东西我都没有用过它了。突然你今天一说，我都发现我好久没用它了，它很厉害了。你像这种不应该是去小红书上搜吗？像我每次写文案什么什么的，我都去小红书上看的，我都没有去那个啥。度娘太老了，都是一些成年老剧了。我觉得最能跟上时代的，就是最能跟上现在热流的梗啊，还有这些东西，就是小红书比较能跟上。DeepSeek 感觉太正式了，我没用过，我不知道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感觉会很正经。谢谢深念点赞。度娘，我感觉度娘对我来说只是以前很早之前，就是感觉上初中那会儿会用，然后后面像我现在搜什么，就是搜什么我都直接在小红书上，就是我现在小红书把它当成了百度在用了，感觉。谢谢淋雨的灯牌。也不用每天学一个，半个月就能说自己土味了，真假的？每天学一个，然后完了之后就能学到那个精髓，然后自己就能那个啥了，是不是？自己就能说了，是不是？我都下游戏时，为什么下游戏不应该在那个应用商店下嘛？你在度娘很容易下到那种就是盗版的呗。欢迎诗和远方。度娘我们时代用，对，反正度娘我是小的时候用，以前就是有什么不懂的就是去问百度，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什么不懂的我就去小红书了，我现在直接把小红书当成度娘了。我包括有些时候你知道吧，就很奇怪，就是有些时候我认不到一个字儿，就是有些什么一下子不熟悉的字，我都会在小红书上搜，在小红书上看。就以前的话我可能会去百度什么的，现在都不会，现在直接在小红书上看。笑死了，万物生操作也太多了。万物生是那个团播的吗？那团播本来大家都在用啊，就是一个团给它播火了之后，就很多人都在用那个万物生了。谢谢小健的灯牌，晚上好，小健，谢谢罗吉亚灯牌。我感觉哈，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是你给他用了之后。就是一个火了之后很多都在用了，我们可以点赞哦，我们点赞到2000给大家跳舞。原神应用商店就没有，我下原神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应用商店下的，为什么会没有呢？我忘记了，因为我下原神的时候太久了，太久远了，原神也没有玩很久，然后就给它卸载了。好多人的那个，对呀，就是你们拍的那个视频，对呀。哦，你是说我们拍的视频很多人抄作业吗？那确实，就比如说我我就是那个抄作业的，因为我不会跳，完全咱们就是说完全是一点都不会，我只会开头那么2个动作，然后就不会了。好多人欢迎高兴油鸭，我们可以点赞哦，家人们点赞给大家跳舞。欢迎小圆
我又在抄作业，我从头到尾，我本来是不想跳的，我本来是不想跳，但是他们就说人多好，他们就非要让我在后面摸鱼，我说行，那就去后面摸鱼吧。然后完了之后，我眼睛一直都盯着前面的，我眼睛一直盯着前面。哇塞，哇塞！谢谢蛇年的会员，谢谢蛇年的会员，谢谢。蛇年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吗？谢谢蛇年的会员。笑场不在笑，我中间笑场了吗？我觉得还好吧，群像有一种群像的感觉。对呀，人多就是有群像嘛，人多就是有群像感觉。谢谢蛇年，蛇年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吗？我刚刚把那个周边给寄完，哈哈，没事，蛇年我给你补一份，应该还有，到有的话我给你补一份周边。我刚好把这次的周边全部寄完，他们刚好都全部刚收到。我发现一个视频，舞蹈开始，你跟空木老师聊天呢。啊，舞蹈开始？哪个舞蹈开始？我跟空木老师在聊天。哪个舞蹈开始？还是 cycle 比较难？对 cycle 会比较难一点。你说笑场不在少数，我都不知道是哪个笑场，是哪一个在笑场啊？我觉得还好吧。如果是录的抖音，我感觉没有笑场吧。欢迎504，你挤东西了没有提醒？我挤东西，我什么？哦，深深你的还没有挤，你的还没有，哎，深深的好像记了，深深的记还是没有记？哦，深深的好像没有记。因为我是分2批记的，就是有一批先记了，有一批没记，我是分2批记的。子怡空梦都笑场，动作做错了，哪一个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哪一个。万物生吗？反正万物生我都一直在瞄动作，因为我不会，一直在抄作业。欢迎老猫。深夜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哩？万物生。什么？哦，你是说万物生？对，万物生我是在抄作业，但是我没有跟空梦讲话呀，因为我前面站的是小龙女，好像我前面站的是龙姐，空梦不知道站哪儿的，你想想，好多慢慢想。虽然说我没有舞担，所以说我也跟你说不了有些什么，但是你能想的，我看看我会不会跳。谢谢深深点赞。我就是一直在抄作业，我一直在看别人，因为我不会。小鹿乱撞，好多谢谢深念的会员，好野，挺羡慕，挺羡慕哦。找一个小鹿乱撞送给我们深念，挺羡慕，我还没有开始学呢。我最近我上周就是在给大家弄快递，就忙快递，还有就是弄那个学 BDF， 就感觉上周就是这些。都想让我忘记，我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的。谢谢我们深念。You made me drunk, I say you made me drunk, I say you made me drunk. I pretty sure 你是美酒姑娘中的拉菲，把你摇晃在我的酒杯，散发一点原力的香味，无法抵抗你的完美，我也想和你醉。Can you feel my heartbeat? Ay,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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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Can you be my baby? Ay, I know, 在你心里一定认为我们非常的般配，我想你做我女朋友，我想和你约会。I'm feeling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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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eeling good。 这感觉就像在撞角落乱撞，撞角落乱撞，撞角落乱撞，撞角落乱撞。I'm feeling good。谢谢哲哲灯牌，晚上好，哲哲。You made me drunk, I say you made me drunk, I say you made me drunk. I pretty sure 你是美酒姑娘中的拉菲。我们还差100个赞，我们又可以跳舞了。谢谢冰冰的灯牌，我们100个赞就是到2000赞了。
有的舞学习助育小直播间跳没了，哈哈，那个还好，我学的话应该只学它的站起来的部分，因为站起来的部分它会稍微好一点，不会那个什么。那个大合照你看了？哎，这么回事？大合照我看了，欢迎皮皮。大合照我看了的，大合照我看了的，谢谢深深的点赞。我看了，我就说拍大合照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在 say hi 嘛，就嗨，然后我们当时说不应该张嘴，应该注意表情管理的，我笑死。大合照已经在我手机好几个版本，确实他们拍了很多。我们2000点赞了，给大家跳一个 Billboard 吧。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因为我的那个耳机好像断电了，我要去拿个充电宝充一下了。还需要无人机拍的，你们能听见吗？但是我听不见。家人们稍等我一下，我去拿个充电线。好了，我回来了，我们重新给大家跳一个吧。拿上了充电器了。我觉得每次我上次跟龙姐他们说，我说我每次直播也会送那个也会喷那个发胶，他们还在想，他们说为什么你平时直播也要喷发胶？因为那个发胶的味道就很重嘛。然后他们就说这种喷多了，你每次闻着其实也不太好。但是我想说我的头发不喷不行啊，就一跳舞它就是东跑西跑的。我今天就没有喷，感觉跳舞它就劈叉了，它就是乱飞的一个状态了。第一段我看见了，什么第一段你看见了？什么第一段你看见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谢谢时光的关注，所以说我还是要那个啥，还是要感觉要喷发胶才行。跳错了，什么第一段我看见跳错了啊？你是说 BDF 那个吗？ BDF 第一段我跳错了吗？
那个不是视频还没有剪出来吗？你怎么看见我跳错的？谢谢师生的点赞，你是从哪儿看见的？你是从哪儿看见的？我就很好奇，咱们就是有点好奇。不错，刚才那个什么不错？刚才那个 B-boy 吗 ？B-boy 吗 ？B-boy 吗？跳错了，第一段跳错了吗？还好吧，我第一段没有跳错吧？因为我有时候会自己多加一点动作，因为它有些动作的连接的东西太少了。谢谢深深点赞，没想到你还看得挺出来哈，这个都能看见，还能看得出来不一样。除非你学了，不然的话，要么就是你看了这个视频看了很多遍，所以说你才知道它是什么动作。改编版对，因为我会中间会加一点动作，不然的话它就会，就是它那个节奏会，就是拍子会拉的比较长一点，我会觉得比较干，所以说会稍微多加一丢丢。谢谢玉酱点赞。谢谢玉酱点赞。我们放一个跳舞的歌吧。我们3700喽，我们3700赞喽！天天录小圆，他们就天天看，他们天天跳这个吗？他们经常跳这个吗？谢谢饲养员关注。但是跳随舞不应该都跳到这一趴吗？不应该都跳的是这一趴，就是比较火的那一趴吗？副歌部分。对的，副歌部分。那你刚刚说我副歌部分跳错了吗？因为我副歌部分加了一个这个，第一段我就加了一个这个，因为它这个有点长，然后就是这个，然后我就先做了，然后又加了一个这个，加一个比心，因为它那个有点太长了。我就是每次凭感觉的，有时候就会给它跳完，有时候就会多加一点，哈哈。欢迎小卓。第一段滑脸是不是？对，我这个多了一段，我多加了一个比心，然后第二段又一个比心，就是想给大家比心。谢谢鱼酱订单。今天阿珍还在问我，他在问我要不要去他们团播那儿玩。他说有空可以去团播找他们玩，去当他们飞行嘉宾，因为他们不是现在换场地了吗？他们现在换的场地可高级了，去吧。他们现在场地超级高级，就是很专业，你知道吗？很专业的一个场地。他们现在换场地了，所以说我还在想，到时候我有空的时候，我可以去找他们玩。去耍耍，运镜老厉害，对他们现在双机位太高级了，天呐，双机位他们现在是，就是还会切近景和远景，就是一个牛，不愧是新找的场地。
所以说我就说他是说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玩，然后去当飞行嘉宾。谢谢雨酱点赞，我们都4000点赞了，我们等到还差400，我们等到500的时候再给大家跳一个吧。我们跳一个 Wiggle Wiggle Wiggle， 欢迎吞吞吐吐。抖肩想学哪个抖肩？这个吗？这个其实很简单，这个抖肩太简单了。欢迎木木。这个抖肩不就是左右抖吗？它也不是前后抖，它是上下抖，就很像以前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让你那个活动的动作，你给它做快了就是了，很简单的。欢迎涛弟，跳出你那个味道，哈，多练练就可以了。我们给大家跳一个 Wiggle 吧，5000赞喽！哎，小汤圆。风，这两天成都热吗？成都挺热的，我感觉哈，我感觉成都，但是这两天相比于之前要凉快很多了。
这两天相比于之前要凉快很多了，因为这两天在下雨，所以说就好一点点。就是它晚上下雨，或者是它白天会下一点雨，然后就是它白天只要是阴天的话，其实都挺凉快的。地面烫脚，哈哈，这么严重吗？涛弟是哪的人啊？哦，河北的。河北这么热吗？欢迎香菜，谢谢香菜灯牌。成都最近还挺凉快的，因为最近成都在下雨，就是昨天周天的时候，对，就是昨天廊坊哦，一离天几十公里哦，这么热吗？我们这两天感觉可能就30度左右的样子，因为昨天好像还下了个暴雨，下了个雷阵暴雨，下了中午那么一会儿，然后就很凉快，下午的时候就没有出太阳，就一直在吹风，就很凉快。然后今天也是，我觉得只要成都它只要不出太阳的话，其实都挺凉快的。只要不出太阳的话，我主要穿皮鞋底子包。真的会烫脚吗？我感觉我都没有体验过那种感觉，就是走在地上烫脚的那种感觉。我上次刷了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遛狗的小狗，就是因为小狗没有鞋穿嘛，小狗在地上就左脚踩右脚的，它就是烫脚的。北京今天38度，我看今天成都，我感觉今天成都只有20多度，因为今天真的很凉快，我感觉风很大。虽然我今天没有出门，但是我感觉风还挺大的。今天最高才26度，真的很凉快了。我们这边35度，我感觉可能最近这段时间，那个啥了，最近这段时间热过了，冷过了，就是凉快过了，过段时间又开始热了，它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谢谢小胖嘟灯牌。这样刚刚刷到这样直播下视频就直接发一群跳完舞绳。我举报成都不属于火炉，成都一般热的时候是在7、8月份的时候，对，下个月会更热。就是其实现在才6月份，对，现在才6月底。一般如果6月底都这么热的话，7、8月份那就根本没法出门了。一般是7、8月份时候是最热的，就是暑假的时候超级热。这天地表温度可以煎蛋了。他们不是说今年可能会最高温度可有40多度嘛？我感觉好热呀，40多度都属于是就是出门很容易中暑的一个那个天气了。今天已经40度了，哇塞，今天就已经40度，我感觉成都好像还没有40度过。成都现在还没有40度过。成都一般什么时候40度？应该要等到7月份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会40度。欢迎小七，谢谢小七的灯牌，晚上好，小七。明天摊油桶泼地上，你们以后摊煎饼都不用拿着煎蛋去那个煎饼果子地方排队摊煎饼了，直接在地上摊，直接可以在地上摊煎饼了。我今天交车，客户顶着大太阳验车，天哪！你们可以打伞吗？虽然我觉得打伞也挺热的。会员礼物超好呀，是呀，因为这次的会员礼物可是你们都应该有6到7张的明信片，应该都有6张明信片。就是这次会员礼物很多，就是非常的那个什么，就是明信片很多。这次的是以往以来最多的一次了，是一套，真的是一套。亲切哎，是的，小七喜欢就好，喜欢就好。每个月都会有会员礼物的，欢迎天重云。我自己给客户扔，那自己去验吧。你们应该可以打伞吧？我觉得你们这样很容易，特别是到以后很热的时候，很容易中暑啊。大热天的在太阳下面验车验半小时，这谁顶得住？太热了吧？明信片太长都没有露腿啊！明信片我记得明信片就只露了2张腿吧。欢迎小影，
去年9月份我去四川下飞机翻，9月份其实很凉快了。你如果7、8月份来四川的话，是那个才真的热。其实9月份我觉得挺凉快的，9月份真的9月份算是凉快的了，已经不是那么的热了。9月份，我家8月份想去北京，可以啊，不听劝，售后是，那他们不热吗？他们不热吗？他们不热吗？他们验车他们不热吗？在家根本对，就是像我不是要遛狗吗？我家2只狗，每次就到点就想出去玩，就是白天根本不敢出去，就太热了。然后基本上都是晚上的时候遛，主要是真的太热了，根本不敢出门。找一位女性朋友一起玩，真好啊！小颖怎么觉得你到处玩啊？9月份在天津感受一下，是不是因为9月份天津感觉应该你们那边很凉快吧？因为毕竟是北方嘛。客户儿子跟我上屋顶喝着可乐聊天去了，然后就留着他们自己在那验车吗？晚上遛狗很舒服的，虽然但是还是挺热，确实会比白天更舒服一点。因为晚上它没那么热，而且会吹风，确实要好一点。谁敢白天遛啊？就算白天遛，只能去那个停车场、地下停车场遛，只能去地下停车场遛，不能去室外遛，太热了。而且我是不喜欢涂防晒的。就是我真的很懒，不喜欢涂防晒。我一出去就晒黑。我现在就是腿已经和别人比，你们看视频就知道我腿很黑，巨黑，太黑了。下次再给他们拍视频，我要涂一个那个素颜霜了，太黑了腿，很凉快，很清爽，那很好了。但是我其实觉得成都9月份也挺凉快的，9月初可能会热，因为有那个秋老虎。但是9月初之后就挺凉快的了。啥时候？什么啥时候？涂防晒呀？你不是要去环球吗？对呀，我一直在等我朋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而且我就在想，7、8月份很热，北京应该也很热吧？我就在想，很热的话就感觉出去玩都是一种痛苦，感觉就是很热的话，所以说我就在犹豫。7、8月份感觉北京也很热，我随便问一下，我一个男的涂防晒，对呀，我真的很不喜欢涂防晒，我一点都不精致，就是我每次你知道吧，我就是像我觉得我就像鸵鸟一样，我就是顾头不顾尾的那种，我就只要脸不会被晒黑就行了。我就是比如说我平时要出去，真的需要涂防晒，我只会涂脸，就是这种，就是会或者化了妆之后，因为化妆会有那个防晒嘛，就是我就不会搞其他的了，就是我只会顾脸，只要脸不会晒黑，其他的无所谓的那种。环球影城项目排队的都有空调的啊？真的假的？不会在室外吗？就是室外拍照很热，我就是怕到时候很热，就是在里面走太热了，大夏天的容易中暑。因为我本来是想准备跟他6月份去玩的，但是现在已经6月底了，他还没个信儿。但是7、8月份呢，感觉不是很热，而且暑假的时候感觉人会很多，想找个学生都上学了，然后人少的，这样的话排队不用排很久。谢谢柠檬的灯牌椅，不要告诉我们啊，我可不想偶遇。好，不会告诉你们的。就是室外热，排队玩项目，空调很齐全，但是会排队很久吧？就是如果像暑假这种这种暑假这种时候去的话，欢迎猪仔。谢谢小英点赞。去北京可以找小健，对，小健在北京。其实我还好，我进关完了，除了脚疼没啥。是不是去玩每天得走2万步啊？其实我感觉，因为我跟我室友出去玩，
基本上都是特种兵，就是因为我跟我室友，比如说我经常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跟我室友出去玩，就我们两个是这样的，就是会花最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又把那些需要打卡的地方全部都想玩，所以说我们之前去玩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一天安排很多个行程，然后就一直在赶行程，基本上每天都是2万步的那种。我跟我室友就是特种兵，每次出去都是特种兵。我找女性朋友找他干嘛？这个这样笑死。山西的古建筑很多，对，但是我都没有去过，我都没有去玩，我连那个平遥很出名的平遥古城都没有去玩过。因为那个时候封校，就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从大2开始就一直是疫情到大4、大3，差不多大4，就很无语，就整个一个无语住了。你们不要来找我。小颖的言外之意就是不要打扰我跟我朋友的2人世界，我笑死了。群友，你对我是在山西上学，那个时候 Hello， 对啊，不能出去。Hello， 这把好不好，张姐直接就3等你呀，可以的，可以是吧？不用我们2个在尬着，就是使劲狠狠拉人，如何呢？来吧，我们俩玩个啥呢？我们玩几个黑白配吧，我想抱个大腿，简简单单黑白配，对，可以想抱个大腿试一试，可以 ，OK 的。那我们开喽，再见哦。老师，你们那会儿有5分钟的吗？我这好像2分钟。我这里有，我来试试。OK， 好嘞。那龙姐来吧，那一会儿见喽。先闭麦喽。OK， 好，闭麦吧。但是我觉得疫情那个时候，很多学校都会封校吧，因为我感觉哈，就是疫情的时候，很多学校都会封校。我就山西玩了7天，胖了10斤，这么吓人吗？但是那边面食确实好吃，我感觉我在那边都没有吃过米饭，就基本上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正餐，我基本上全部吃的是什么各种什么麻辣烫啊，什么那个什么面之类的，还炸酱面什么的，在那边会吃很多面，那边面食确实很好吃，但吃面食确实容易长胖就是了。但是我是觉得哈，山西呢，就是我当时在成都，很多学校其实都是半解封状态，就是半封闭半解封状态，但是当时在山西它是全封闭式状态，就很无语。所以说真的那个时候是真的不能出去的。我只是我在西安的时候也猛吃面食，那边面食也很好吃。谢谢春叶点赞，谢谢树枝点赞。我觉得北方的面食都会比南方的好吃，在南方我真的很少吃面食，我感觉哈，像我妈之前她为了防止我不做饭不吃饭嘛，然后她就给我买了那个面条，就是那种超市卖的那种挂面，我感觉我放1年了还在那儿，我不知道过期了没。天哪，就是一个这么夸张。我们差2个人给我加成哦，宝宝们，给自己吃太晕，天的这样。但是吃这种面食碳水高的就是容易碳晕，你吃米饭也容易碳晕，吃太饱了就容易碳晕，每次吃完饭就犯困想睡觉，那是正常的了。谢谢陶弟的墨镜，谢谢陶弟，你差1个人给我加成哦，家们，欢迎云淡风轻。谢谢春野的撩一下，谢谢春野。就是说，我感觉其实我一个210斤的胖子，那你210斤全是吃出来的吗？我就想说，你210斤全是吃出来的吗？欢迎笑看人生。你全吃出来的嘛？如果是吃出来的话，其实像你这种其实蛮好减的，我感觉哈，其实蛮好减肥的。欢迎风油，稍微控制一下就可以了。欢迎长相依。我感觉我就是属于是那种，就说好也不好，就是我其实还是蛮容易，也是那种易胖体质，
就是吃东西吃多了也会长胖，但是我是属于是那种，就是我胖到一个点儿之后，它就不会很胖了。就比如说我胖到一个我最胖的一个点之后，它就会一直卡在那个点这儿，就是不会一下就猛飙的那种。就是我正常吃饭的话，就因为以前减肥减得太厉害了，所以说就是属于是稍微那个一点的话就好了，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它就会恢复正常的那种。欢迎OA，毕业的时候160斤，后面挣钱了就放飞自我了。身边的朋友都不委屈。天哪，那我们完全不一样。我是属于是我比如说像上学，包括现在也是，我不是说不会委屈自己的嘴，我是最能委屈自己的嘴的那种。比如说我想要买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少吃点零食，然后把钱存起来买。我就是不能委屈穿，不能委屈穿，但是可以委屈嘴的那种。欢迎787，不对7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委屈嘴，就是不委屈嘴，就感觉会过得很好，因为吃东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哦吼，家们，哦吼，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不委屈嘴，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很好的一种方式了。杨龙吉兰第1了，看看他们能不能看今天能不能报上大腿。华子不一定，华子就是什么那个华子嘛，看看肯定是没有嘛。杰西套第跑车嘛，就不一定能喊出来嘛，是吧？跑车我已经3天都没有当还是报上龙吉的大腿了。你还意外之喜。哎呀我3天都没有一场手术。谢谢啊，谢谢最好的一个谢谢最好的一个小小星辰啊，谢谢大家小心心啊，谢谢啊，坐下了。哎呀妈呀，这家5颜6色的车呢，还飞机，能不能给我兑换成礼物啊？你搁下边哗哗的。这个小柔柔已经3天没有手剩了。你看你要开始，我感觉你像是在进行惩罚了，小灿烂，开始贴上了。反方向的均衡，来吧，我们来吧，黑白配吧，来吧，黑白配。完了啊！你天哪，一个抱住腿啊！直接开200，那你们真的很舍得了。我来吧，想怎么奖励我呢？来吧，龙姐，我不罚你了，我罚。好，完啦，到我头上啦！我罚你，我罚那个，你来个搞笑的才艺吧。搞笑才艺。你会不会那个长难句？啊，不会，那长难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吵。就是那个什么哈基米叮咚金什么巴拉巴拉那个东西的。叮咚叮咚叮。慢不？那你唱个搞笑的。是奖励谁？我还是酱酱？你。我。我勒个豆！我看看啊，那个叮咚机，慢因为我和江姐经常打 PK 啊，要么就是她罚我，要么就是我罚她了。我笑死了！看一下，我勒个豆！欢迎我勒个豆啊！这个是吧？雷吧，对，都可以，就是。OK 啊，东北话版本呗，搞笑行吗？东北话其实和普通话也差不多啊，就是就有点儿化音。那我整个雄壮一点吧。嘟嘟打雷了，嘟嘟宝宝打雷了，雷宝宝打嘟嘟，打宝宝雷了，宝宝嘟嘟打雷了，嘟嘟
宝宝打雷了，雷雷宝宝打肚肚，打打宝宝雷雷了。有款游戏越大于眼前，就是手机和平精英。这里没有人叫你老弟儿，因为都叫你小学生。我想问问你有什么实力，他能顶你一辈子 ID？你说你就是眼中亨利，却没有那双小眼睛儿。背不睡觉，来到小新房，嗓子夹的冒烟，我小姑娘，我的玻璃党，我是狂，连起麦来像条饿狼。宝宝肚肚刚才又打雷了，你能给我点个外卖吃不？然后下来，这是练过的。叮咚鸡，叮咚鸡，大狗大狗叫叫叫，大兴奋我好专业啊！一段带一段，叮咚鸡，叮咚鸡，大狗大狗叫叫叫，带属鸡带属鸡，出事，他不会的。我的天呐，我不知道这段后面原来有那么长。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是正经的听完了的。我也是，我一般都是抖音上刷了一小段。对，就是那么就那么短短十来秒就完了，只能听前几秒，后面真的不熟悉了。欢迎李喜少爷晚上好，欢迎三人老师啊！叔叔灯牌，可以笑着哭。那我们小螳螂怎么说呢？发了一个亲亲。晚上坏，咋的了？好，买一送二，真好啊！好温柔啊！一键3连是吧？灯牌。OK， 那我们回去沉淀，老师们，好的，拜拜。哎，破了！一次看够穿云暴龙，什么一次看够穿云暴龙？哪有穿云暴龙？大家不都是这么温柔的人吗？那涛弟，你们是真的很舍得去吃东西了。要是我从来不会，就是说我突然想吃一个东西，我愿意跑200公里去某个地方吃。就比如说我突然想吃一个东西，下个楼，就比如说在大夏天，我想吃个什么东西，就比如说我大夏天想吃个雪糕什么的，我都不愿意下楼去买。就是下个楼，我觉得外面太热，我都不会去买。我说忍就过去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不会专门就是这么为难自己，为了吃个东西太为难自己了。谢谢南瓜的灯牌，给大家跳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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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6000赞喽！刚好听到这首歌。所以说你还是真的看得出来，如果是真这样的话，确实是很那个了，就是对吃的方面就是很那个了。欢迎你们家，谢谢祈愿的灯牌，谢谢祈愿。今天晚上看见真小峰又刷奖，是不是大家都刷完了，全部都刷完了？一起撸串喝酒，有个点子说想王，然后呢想去海南，然后就真去海了吗？哇塞，我就想说了，真假的？就是晚上撸串的时候说想去海南，然后就真去海南了吗？我其实我还蛮喜欢你们这种的，就是感觉很刺激，就是那种就是说走就走，就是而且还有一群不扫兴的朋友，我觉得很棒。就像我之前在深圳的时候，跟他们说想去看海，就真去看海了，这种我觉得很兴奋，就会觉得很好。我觉得这种真的很好，说走就走。给大家挑一个喽 ，no， 真的很棒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噔噔噔噔噔。欢迎哲哲，哲哲不是今天真真也在播吗？我还以为你会小号来呢。欢迎云月。喝多了，然后就把机票买了，退了还扣钱去了。天哪，为什么会退了呢？总不能是酒醒了之后就不去了吧？头疼睡着了，醒了他早就下播了哦。但是真真他们不是，他们晚上还要各播吗？我就想说，他今天还叫我去他们直播间玩。当时他跟我说他们早上几点开始？8点还是9点开始？我天哪！当时我现在说哇塞，这么早，太早了吧，8、9点。我就想说他们播一整天，就团播到播一整天，晚上还要各播嘛，感觉好累哦，就感觉一整天都在蹦跶。是酒醒了不想去了，但是有退票有手续费就去了哦。那也挺好的，去海南玩嘛，反正我还挺喜欢海南的，就属于是那种去多少次都不会腻的那种感觉。我笑死了，你们真的是，不过也挺好的。但是你们确实，如果是临时买票的话，肯定是有手续费的。6点起床，今天是早上8点，他们好像是8点，是8点。他跟我说是8点，然后会播几场，会播2场。他们真的好那个，就是感觉从早播到晚的。到了三亚，4个人被各自母上大人视频骂，天哪！但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睡着了。然后又睡着了，我跟小健都睡着了。小健是不是睡着了？6点起床杀了我吧！6点起床，确实，我想想，如果8点开播的话，8点开播确实要6点起床，因为我算了一下，你起床、洗漱、化妆，然后穿衣服、弄头发，再怎么说就要1个半小时。你搞得最快的情况下都要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然后你再坐车去直播的地方，差不多要2个小时。6点起床应该的。我以为你睡着了，小姐。不如不睡。涛弟也是熬夜吗？涛弟也需要熬夜吗？在你明天早上播不？我就是因为真真在叫我去他们团播玩，然后他跟我说早上8点开播，但是他们有几场，他们有下午场的，我可以去他们下午场的玩。早上去太早了，我早上几点去？我早上6点起床，还是对我来说有一丢丢小困难了。那我能睡吗？谁说9点睡觉6点起床？那很规律了，那真的很规律了。我不熬夜，到了12点半自己昏迷，这么好。我昨天晚上又失眠了。我昨天晚上失眠，感觉我失了1个多小时还2个小时都没睡着。天哪，就是很恼火。第二天上班，明天去下午场。我没有明天去，我应该会就是到后面找个有空的时间去，也没有说要明天去。我跟他说的是，我去的话提前跟他们说。耶，谢谢我们鱼子酱冠名的战果，谢谢鱼子酱30个小星星，谢谢鱼子酱，谢谢白白的希望神药，谢谢拜拜，谢谢拜拜。你让他6点起床，不然我真的，除非是赶飞机，不然的话我感觉很难有这种毅力让我6点起床，就是偶尔一次可以，但是不能经常。经常6点起床太难了，我是起床困难户，超级难的。
下午吃的。但我觉得涛弟你还是睡得很规律了，我还以为你会熬夜呢，因为你如果6点起不来的话。但是我还是挺想去玩一下的，挺想去看一下。他们新的直播间很高级，也不知道会把我拍成什么样，哈哈，但是还是挺好奇的。谢谢爸爸点赞。腿会变长，确实腿会变长。欢迎丁丁猫，确实腿会变长了。某人那天晚上吃的挺爽的，那可不，我觉得女孩子真的不能，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女孩子欢迎一季帝国，我觉得女孩子真的不能就是边吃火锅边聊天，因为你知道火锅是那种你要煮的就是你得煮时长嘛，就比如你把东西放进去要煮，得花时间。它不像比如说你去吃中餐，直接把菜全部都上来了。我们就在那边煮边吃。我们从几点？我们当时我是从几点？我们是几点开始下播的？我们是从我好像是10点开始吃的，是不是？当时小健还在，然后当时都好像走了，当然好像是10点开始吃的。10点开始吃，我们吃到了几点？我想想，我们吃到了1点多还是1点半？1点半还是2点？好像是1点半。天哪，我们在那儿唠嗑唠了两三个小时，就是一个牛，不知道哪儿那么多话唠。辣火锅吃不了，我也接受不了，我们就吃了辣的。在成都很少会吃鸳鸯锅，除非就是我在成都一般吃鸳鸯锅只会在海底捞吃，因为海底捞的鸳鸯锅好吃，就是比如说番茄锅，还有毛肚那个什么鸡什么毛肚什么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猪肚汤的那个锅底，我就吃这2锅底。就是如果是那个的话，如果是海底捞的话会吃鸳鸯锅，然后其他的我只吃辣的，不吃其他的，因为不好吃。有豌豆颠猪肚，对猪肚鸡是的。说了哪些不让播了，其实没说很多，我们就在那儿吐槽，你知道吗？在那儿吐槽各种，就在那儿吐槽。但女孩子真的话可多了，我们一直在那说。完了之后，我们结尾还做了一个测试，就是我们刷抖音，我们4个人看谁刷到男生。结果是我跟谁？我跟空梦，我跟小女还是我跟空梦？我们2个挺到了最后，因为我的抖音里面全是美女和小猫小狗。一晚上吃了2顿，就是吃秦皇岛的海底捞。秦皇岛海底捞你一晚上吃2顿，怎么吃得下的？我觉得我每次去吃海底捞，我都会吃得很撑。清汤，但是北京的铜锅汤，那个什么铜锅涮肉还是挺好吃的。你是怎么吃得下的呀？天哪，吃2顿，我每次吃我都觉得很撑，就吃的会吃撑。谢谢拜拜哥哥的抖音号，你说那天是不是很有排面？太有排面了，绝对是。太有排面了，铜锅涮肉是的。欢迎耶稣。那次4、5点吃了晚饭，8点又去吃海底捞。天哪，那差不多4、5点吃的话，到8点又4个小时了。那也还好。你们想看我去？你们想看我去玩吗？去真传播那玩吗？沈哥，你有没有发现下雨家里就想吃涮肉？真假的？是不是很有氛围？我听阿喵说这次挺甜的呀。什么？我听阿喵说这次挺甜的呀。什么东西挺甜的？你去了，那我走了。我是去玩的，我去当那个飞行嘉宾的。你们可以只来看，你们就可以看看就行了，可以不用那个啥的，不用去打什么 PK 什么的，可以不用的，因为我只是去玩的。
如果我真要去的话，我就去玩的，只是跟你们说一下，是不像他们那种，我又不经常去，而且你们也可以，就因为我去的话，我应该会作为那个神秘嘉宾出现，你们也可以不打呀，又没有说他们在消耗，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他上次在他前几天在邀请我去玩，我觉得还好。这个歌好熟悉，对，客观不可以，但是它虽然是客观不可以，但是它是低阶版的，然后很多不去看了，你们不去看也可以，反正因为我主要是去玩的，去感受他们那个双镜头。因为我到时候就算去了，我晚上肯定还会回来正常直播的。我只是去玩的，应该是，你最好，我真的是去玩的，而且我又不会一直每天都在。你不去看也行，可以的。你晚上各播来就行了，你各播来可以就行。欢迎你死儿。这首歌还是我读6年级的时候听的，天哪，就是好听的歌，真的是哪怕再过很多年都觉得好听，就属于是这种。只能说最好是去玩的，真的是去玩的。欢迎柠檬，你们可以不来看，不来看团播，但是你们可以来看个，就是晚上个播你们可以来看。品牌是那个那么一部分吗？我现在真容易被套路，什么？他又不用签那个呀，又不用签那个合同，为什么会被套路呢？都是自己搞的，又不是有公司的。欢迎小冉。对，我就是想到时候可以吸一些新人，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就好，吸一些新人就好。因为毕竟肯定会有认识一些直播间认识不到的嘛，因为直播间现在人也挺少的，就肯定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嘛，我就觉得是可以去的。对呀，就是偶尔去玩的那种。为啥呢？看机会。我又不会被拐卖，我笑死你们说的。对啊，因为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就是你会发现直播间都是熟人，就还是想去认识一些新的嘛，就万一能遇到一些新的粉丝，也挺好的。主要是现在流量不是很好，我的天呐，就上次英姐发的那个视频嘛，英姐发就是那天我们合拍的那个。1 2 3 4的那个吗？就是那个发的那个视频，我的天呐，我的很久，虽然是我们共创的视频哈，虽然是共创的视频，然后是英姐，因为英姐流量还是可以的嘛，然后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流量就是一个作品，虽然是共创的，但是很久没有流量这么高的作品了。我上一次流量这么高的作品，就是比这个高一点的作品。就是稍微有点流量的作品是那个蝴蝶步，还是蝴蝶步的时候，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已经累了，我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会有流量了。
你公司解决，我公司这边没问题，我公司这边解决了呀。我现在是一个自由人了，我现在是一个非常自由，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谢谢3个的灯牌，他们团队的拉腿好宽，我觉得还好吧，我主要是想就是去玩的。我属于常态趴在小峰直播间，然后昏迷睡觉。对，但峰姐现在是不是？说到峰姐，我想到前一天她被封，真的太 emo 了。她当时好搞笑啊！她说当时都不敢相信为什么她会封24小时，但是她昨天应该解封了吧？到昨天晚上应该就解封了，笑死了。上次一样流量都不好，对我也觉得。什么好去退粉丝团了？什么好去退粉？昨天解封了。对啊，我就说他那个真的很搞笑，我都不知道他拍什么了。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是就是角度不对，大家拍腿了，但是他说没有，他说拍的是那个锁骨的那个项链，太好笑了。可能抖音觉得他那个项链有点什么暗示吧，然后就给他封掉了。笑疯了，我们群里说不影响第二天直播，不能迟到啊。他昨天直播了吗？反正我昨天没播，我昨天休息没播，因为对他，因为脖子上的那个应该那个项链，那个项链太那个了，可能抖音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呢？抖音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暗示。对呀、当时他说被封了，我说天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封，因为大家都穿得很正常呀，也没有说什么穿得很暴露什么之类的。直播了，开得挺准时的，那也挺好的。但是现在峰姐是不是隔一天播一次啊？因为我有时候都没看见她。欢迎老七。反正我直播间的人，我感觉反正都是我认识的人，就是基本上全都是比较就是很熟的人，就是全都是老朋友，就是很熟的。一半的人都超过认识了1年啊，就是直播间的人一半以上，差不多一半都是认识了1年的人。对，就是直播间的都是比较熟的人。退完了，什么退完了？欢迎1234，就是真的都是认识比较久的人了，就觉得就现在路人少，对，现在路人比较少，确实路人少，因为没有流量嘛，因为我现在作品流量也不是很好，就昨天跟英姐拍的才是我这么久以来作品稍微好一点的，虽然是共创哈，下次遇到英姐再拉她拍视频，多蹭蹭，使劲蹭，谢谢值得灯牌，我们还留那群那个群那个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那个账号会不会后面给那个掉，我都不知道那个账号后面会不会那个啥。我还想去里面保存点视频呢，做个留念也好啊。我不知道那个账号会不会直接那个，就是给他那个注销掉。谢谢我的灯牌，谢谢白白的小星河，谢谢深深灯牌。下个月去上海培训，去跟上海的同行交流一下感情，挺好的。哎，涛弟是不是车？就我之前听你说什么卖奥迪什么什么的，就很早之前，挺好的。谢谢我的小星河，谢谢小剑灯牌。我是最大的路人，你不是，老七也不算是完全路人吧？虽然说你没有关注我，但是你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没想到是那么早，所以说我也把你算作老粉的一个行列了。是的，别提奥迪，咋啦？小健说到奥迪已经伤心了，小健现在奥迪是小健的痛。谢谢你们的灯牌，奥迪 A6 黑色，不是白白，你这是在小健刀口上撒盐啊，也可以是路人甲，到时候你们改路人 ABCDEFG， 爆炸了。谢谢呆呆的灯牌，没关注没灯牌，纯缘分刷到的。那我们也算是认识的，我们聊了那么多次的天儿，也算是认识了吧？欢迎飞宇。
我后面会去买保时捷，真假的？去卖保时捷，去买保时捷，保时捷真的很好看，它的车型，难怪会卖这么贵，真的很好看。卖这种贵的车是不是保时捷没销量？真的假的？我觉得这么好看的车不应该呀，虽然说它确实有点贵哈。这种卖贵的车是不是得有什么，就是比如说有什么资质才能去卖这种贵车呀？这种当销售去，关键是我第二辆车也要，真好啊！现在就 BYD 最牛逼 ，BYD 是什么？我觉得捷达就挺好的。开上我的黑色捷达去，哎，什么来到了酒吧？是那个捷达吗？是那个捷达吗？不简单，帕拉梅拉，比亚迪很那个啥吧？比亚迪很性价比了，这样子就是说，车卖了买个二手保时捷。比亚迪BYD 原来是这个，要求会说话，很会说话，一定要有情商，是不是？就是得让客户非常的有情绪价值，然后他一高兴买了，是不是这种？捷达省油，陆地小霸王还便宜。我想到说到捷达，我想到那个开上我的黑色捷达来到了酒吧，我只会这一句啊。帕拉梅拉是哪种款式啊？坐下了，我要坐下说了。它是跑车类型的吗？还是什么啊？欢迎切尔，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帕拉梅拉呀？欢迎00。买得起的价格就是小问题，就是服务了。你说买得起的吗？价格就是小问题。确实能够去看这种车的多半都是有意向要买的，是不是？说的也是，那确实是了。卖的上汽 A5L 轿跑，太没颜值没戳中，那么好看轿跑，我轿跑很好看啊，轿跑多好看啊，两门轿跑多好看，拉风 A5L。欢迎山君。确实哈，我也觉得像这种人，他要求的他更看重的就是服务了，就感觉就是你要就是提供的服务好的话，他可能就会选择，好像真的是这样的哈。只有那种买那种，他们才会那个啥，100个，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其实对车不是很了解，我对车都不是很了解，就是我了解的那么车，我就知道小米苏7，就知道一个小米苏7，然后比亚迪知道是电车，我知道车它知道比较少，就大众的一些车我知道，但是一些比如说出的一些新款的车我就不知道，然后完了之后出的一些，比如说你要说问一个什么车的什么功能啊、那个价格之类的，我更不知道了。我最多是认识这款车，最多就是认识。红利世通下999易镶金了吧？什么？这是什么东西 ？LS 是什么东西 ？LS 又是啥？谢谢思索的灯牌，我是好意思说，也是大众不是那个吗 ？W 的那个形式的吗？别买小米就对了，为啥呢？小米那么好看，比如我觉得小米就是保时捷的平替。兰博基尼也是大众，好，欢迎烈阳。为什么不买小米呢？我觉得小米挺好看的啊。19年摇下来的好，摇号买车还要摇号吗？小米事故我知道，就是上次那个车烧的那个吗？我知道那个都挺贵的。你不知道很正常，所以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这是什么？是不是什么很厉害的？我觉得老七一看就是那种很厉害的。我让老七给我这个灯牌都不许，真的是，都是太像了才掉价，为啥呢？
我觉得就是买不起保时捷，买个小米也挺好的。哦，雷克萨斯我知道，北京、天津都要摇号，买车还要摇号啊？我以为只有上学才摇号，上学就是会摇号，就是看你上哪，就是那个9年义务教育小升初的时候就是会摇号。去出差去成都，真的吗？李阳是哪里人啊？北京的牌照不亚于彩票中3等奖，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北京那么多车，那其他那些人的车牌怎么上啊？总不能上其他地方的车牌了。小米是什么车？小米就是小米新出的车呀。我老家是江苏的哦，苏州的哦，外地牌照呗啊，原来这样，像现在成都也是川 A 的牌照都申请不下来了，川 A 只能申请川 G 了，但是现在川 G 也是成都的牌照，就是因为川 A 的已经被申请完了，但是还是能申请到川的牌照 ES 申请到 LS 哦。现在2万多了吧，好贵呀！没想到牌照这么贵。我们这边牌照除了我感觉我们这边牌照都是免费的吧，应该是，但我不知道哈。2年内中了小米手机的那个，就是啊，小米对，就是小米手机。小米以前做手机，现在其实小米什么都做呀，小米电器，什么电视、冰箱、彩电，就是各种电器。还有插线板也有，我用的这个插线板就是小米的，因为小米插线板很好看，像那个公牛插线板就是它太丑陋了，太丑陋了，然后就那个啥了，然后就后面就买了小米的，啥都做，简阳化给了成都，对，简阳化给了成都，歌金牌现在20万，好贵呀，金 A， 天津1万5左右。天哪，天津多少我都不知道。小米绞肉机，小米还有什么电饭锅，什么乱七八糟都有。空调便宜，我不知道，我家里面只有小米的充电板，还有一个小米的那个什么东西，我忘了，突然就是那个弄在窗帘上的那个，好像也是小米的牙线。小米牙线是什么东西？欢迎烦恼，我笑死！小米的电动牙刷，我也觉得小米的业务太广了，什么都做。我听说公牛插线板就是因为小米做了那个插线板又美观又便宜，然后就是同行竞争，然后公牛感受到了竞争，然后就把以前的老式插线板改成了那种现代化的插线板，好像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这样。他们才会改进，你知道吧？现在小米还做车了，我家的2个金牌没有摇好。天哪，没想到又长知识了哈！没想到这个还这么麻烦。国补后小米空调1000多，你是说哪种空调呀？客厅的那种立式空调还是房间的那种空调呀？我觉得就是客厅的那种空调1000多，怕是买不到哦。那个视频这样看见了吗？哪个视频啊？还有没有续灯牌的宝宝们吗？还有没有续灯牌的家们吗？挂机1.5匹的1000多哦，挂机哦，我就说那种台立的不应该哦，立的应该买不到哦。北京人的穷人，激流勇进，我看见那个你发的激流勇进了，因为我最开始刷到那个激流勇进300多万点赞的那个视频，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你们去拍了，我开始我还不理解。谢谢大家的灯牌，请叫我北京牌照的廊坊人，那也很好了。之前那个大兴机场不就是在南方那边吗？我是便宜，不是让你抢的。但是小米便宜又好用啊，其实也不是很好用，我
我觉得小米有些东西还是用不了很久，就是它很容易坏，质量还是得把关。就是说，足球场，对呀，就是你非得东西在下面，那个水劲儿真不小，真凉快。我就是看见他们那个视频，不然的话我都理解不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搞个那个东西。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很火，小米手机用了很多年。我以前也用过，我上初中的时候用过小米手机，当时用的是小米的还是红米的手机，我都忘记了。上初中的时候。欢迎下一站风景，我们在天阳首歌我们就准备下播了，家们还有没有要去灯牌的呀？15岁就开始用小米，真假的？到现在27楼了还是小米？谢谢陶迪的灯牌。那你看来是小米的忠实用户了。我自从上大学之后就用苹果，因为就用水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水果拍照好看。因为如果是你有拍照需求的话，安卓它拍出来它会自带磨皮，就会自带美颜，就不好看。所以说就因为要拍照，所以说后面就都用的是水果手机了，拍照拍视频什么的。小米手机真不错，尤其是新款小米15，真的吗？水果系统流畅安全，但是水果系统很容易发热。其实特别是到夏天，它会直接罢机的。就比如说夏天你夏天比如说你在室外，你要去拍照拍视频，它就会很热很烫，它就会罢机，它就会直接就黑屏，就是开不了机。一开机它就说需要手机降温，就会很麻烦，它就会很容易发烫。但其他问题还好，因为我主要是拍照嘛，拍照的那个啥，我就想到那天峰姐看到我的那个之后，她就说她也要买一个水果手机了。但水果手机确实像素好，它直播呀什么的都要好一点，就是不会那么那个啥，就是不会那么的，就是糊啊之类的。这不是小米的问题烫手，小米也烫手，水果手机也烫手，真的很烫。它夏天真的会很发烫。你夏天用水果手机就是暖手宝，反正我就是这个感觉，而且有时候也会卡机的，但是不会一直卡，但是它偶尔还是会卡一下，毛病不对的时候。欢迎132。我们听完这首歌，我们就准备下播了哟。我还在想要不要录个视频，今天晚上想想还是算了，明天再录吧。没用过苹果，其实还是可以的。其实我觉得说，对于苹果和其他的，我觉得苹果的性价比怎么说呢？就看你怎么想的。就是如果你对它的需求很高的话，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水果手机，因为我觉得水果手机它也不便宜，每个新款的水果手机都挺贵的。你有这个钱，你还不如去买华为3折，就是华为那个什么折叠手机，感觉也挺好的，支持国产。苹果还有个苹果平板，因为我觉得水果手机录视频，对，录视频拍照，就比如说对我们来说，就必须得要水果手机，因为它拍照啊、录视频还有直播这些，它的像素会比安卓的好太多了。安卓自带美颜，就是你根本就你拍完你就觉得整个人很怪，还是要原相机好，就是原相机后期都好后期一点嘛。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水果手机的需求很高，就是因为它的首先拍照功能就是占比，你知道吧？就是拍照、直播还有摄像这些，就是录视频这些，就是占头占第一，所以说就没办法，必须得选它。但是你要说性价比，我觉得还行。怎么说？因为我觉得什么手机都是用，但是它其实挺贵的。就是你每出一个水果手机，它的新品都挺贵的。我现在在专业摄影了，真假的？但是我其实觉得手机拍出来也挺好看的。等专业销售，等你换车啊，小健。哎，对哦，小健跟涛弟，你们俩挨得这么近，到时候说不定真的可以哦。北京和廊坊。14 Pro 换成18，现在没有18 Pro 吧？现在应该是16吧 ，iPhone 16吧，好像是。我一会儿给你发视频看一下就知道了。欢迎气泡水，明年啊，
明年到时候你们可以了解一下，手机拍出来的东西放太大没有细节，还是对。但是你想想，你出去的话，比如说你出去旅行啊，或手机更方便嘛，你不可能随时随地用相机嘛，除非你出去旅游或者是有人给你拍，因为手机你可以自拍，但是相机不能自拍，或者是用 Pocket 3。好了，家人们准备下播喽。明年赛里幕府水果手机现在拍视频不行了，我这个都有8K 而货吗？真的假的？ 8K 拍出来和那个有什么区别？主要是我是觉得它拍出来比较真，水果手机拍出来它不会失真，就是有些拍出来很假，它稍微真一点。唯一的缺点就是就是它有点贵，性价比还是不是很高。主要小健买那款车全国统一价，不用讨价，一口价就是服务了。真假的？哎，我想说，像涛弟你们每卖一个车，你们是不是会有提成啊？我觉得应该都是这样的吧，就你卖多少车会有提成之类的。挺好的，到时候小健有需求，你可以去找他了，必须有。那到时候你可以去找他了，你们俩又挨得这么近，销售意义在这儿是完成任务，大概一台大概2000左右哦，那还是可以的。你那个手机把阿珂弄得心痒痒，因为是8K 是不是？我觉得那可以，你们俩挨得这么近，确实到时候真的可以，到真的可以在他那儿买，说不定到时候后期有保障，到时候联系也更方便吧，是不是？感觉哈。谢谢浙江点赞。好了，家人们，我们准备下播喽，大家早点休息了，今天也要早点休息喽，晚安，家人们，明天再见喽。谢谢浙江的灯牌，你刚好在最后续上了，再等1分钟，为啥嘞？因为你是不是强迫症啊，深深？你是不是强迫症啊？要等到整点。晚安喽，晚安大家，晚安涛弟，晚安深深，晚安小健，拜拜春野，早点休息，好多晚安拜拜，晚安大家，晚安，早点休息喽，晚安浙江，早点休息喽，晚安啾啾，拜拜，等不了了，好了，20了，可以下播了，强迫症啊，深深你强迫症啊，晚安大们，晚安大家，晚安，拜拜。